在环境模式本身并非不活动的，它们充满了被实现的欲望。在所有实相背后都有精神的状态，这些永远在寻求形式，虽然也还有那些你们认知不到的形式。哲斯的观点认为，内在环境模式本身是活动的，而且充满了欲望。这些欲望是在寻求实现的形式，它们不断地在改变、转化、演变。哲斯指出，所有的现实背后都有精神的状态，包括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。这些状态不断地在创造、转化、演变，而且永远在寻求更高的形式。在宇宙万物的变化和无常中，哲斯认为，精神的状态和意识的力量是永恒不变的。一个人在各个不同的时刻所看到的并不是同一张椅子，虽然也许由不同的角度看来，这个特定的椅子会像是那同一张。宇宙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，一切无常。原子与分子之舞在你们的地方是持续不断的。广义来说，任何一张椅子从来都不会保持原样。哲斯的观点中强调宇宙万物皆无常变化，甚至包括物体的形态与结构。他提到，即使是一张看似不变的椅子，其实也随着时间不断地变化住，因为它的原子与分子持续不断地舞动住。因此，当人们在不同的时间或角度看同一张椅子时，其实看到的不是同一张椅子，而是不同时刻的稍有不同的版本。这个观点显示出宇宙万物的无限变化与流动性，呼吁人们对于万物的变化与无常应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。思想与情感播种了物质实相，带来了所有的具体化。根据哲斯的观点，思想与情感的却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能量形式，并且它们能够对物质世界产生影响。哲斯认为，我们的思想和情感会播种物质实相，也就是说，它们会成为创造现实的种子。当我们有一个强烈的思想或情感时，这个种子就被种下了，然后它会在物质实相中生根发芽、开花结果。例如，如果我们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拥有一个新的房子，这个愿望就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种子。这个种子会在我们的思想和情感中落地生根，然后这个愿望就会开始在物质实相中成型，可能会引导我们去寻找一个新的房子，提高我们的财务能力，或者激发我们的创造力来设计自己的房子。总之，根据哲斯的观点，思想和情感是非常强大的创造力量，它们可以影响我们的现实世界，并且可以帮助我们创造我们所希望的生活。你们从来不是天灾的受害者，虽然看起来可能如此，因为你们都在它的形成中插上一手。你们创造性地卷入于地球的循环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你出生或死亡，但也没有一个出生或死亡真的是一个孤立事件，却是整个地球参与其中的事件。在此，以个人的说法，每一个族类关怀的不只是存活，更是其生活与经验的品质。哲斯的观点认为，人类不是天灾的受害者，而是参与了地球上所有循环和事件的创造者。每个人的出生和死亡都不是孤立事件，而是整个地球共同参与的事件。此外，每个族类都关心的不仅仅是生存，更是其生活和经验的品质。这强调了每个人的创造力和责任感。我们需要认识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影响，并尽力将其转化为积极的、有益的力量。以人类对环境的影响为例子，人类的行为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，例如森林的砍伐、工业的排放、海洋的污染等等，这些都会影响到生物多样性、气候变化、自然资源的流失等等。然而，这些影响并不是单方面的，而是人类和地球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。人类的行为和环境的反应形成了一个循环，人类也需要在这个循环中承担责任，并且与地球环境共同进步和发展。
因此，每一个人的行为和贡献都是重要的，也是与地球环境相互作用的一部分。天灾最终的结果就是改正那个先前破坏了所希望的生活品质的情况，因此做了一个调整。为了平衡，天灾有其积极的意义。根据 S 哲斯的观点，天灾虽然看似带来负面影响，但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平衡环境，并改正破坏生活品质的情况。以下是一些可能的例子。一、洪水。虽然洪水可能摧毁房屋和财产，但它们同时也能清理河流和湖泊，去除污染物，并提供新的沉积物，为新的植被生长提供养分。二、火山爆发。火山爆发可能对人类造成巨大的威胁，但它们也为周围的土地带来新的土壤和养分，并使土地更有生产力。三、台风或龙卷风。这些天灾可能摧毁房屋和基础设施，但它们也有助于清理空气中的污染物和生长在地面上的树木，从而为新的植被和生物生长腾出空间。总体而言， S 哲斯的观点认为，天灾带来的破坏和创伤也是自然环境中平衡和调整的一部分。选择以戏剧性的方式死去，想要死的人会寻找一个借口，那是一个保全面子的方法。根据 S 哲斯的观点，有些人会选择以戏剧性的方式死去，例如参与天灾或是纠团离去。这通常是因为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决定了自己的死期，他们想要死亡是出于一些个人的原因，例如生命已经完成了使命，或是他们已经感到无望、孤独或是痛苦，而寻找一个借口是为了保全面子，避免对他人造成困扰或是使他人担心。此外， S 哲斯也强调每个人都拥有自主权，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死亡方式，而这个选择也不应该被他人所干涉或评价。动物们在事先就知道天气状况，这个感知也是你们传承的一个属于生物性范围的部分。身体是准备好了的，虽然在意识上你好像不知道。动物们的预知也应发生在人类身上，但在于你是否觉知自己本就具有的能力。S 哲斯的观点认为，动物的感知能力比人类更加灵敏，包括对天气变化的感知。动物的感知能力是其基于生物本能而形成的，它们的身体和神经系统是准备好的，因此它们可以更容易地感知到天气的变化。相对的，人类往往更加依赖于科学和技术手段来预测天气，而忽略了自身具有的感知能力。S 哲斯也认为，人类同样具有预知的能力，但往往被意识所遮盖，需要透过培养自己的感知能力和直觉来恢复这种能力。因此，如果你能够开始观察自己的身体感觉，特别是当天气变化时，就有可能开始发现自己潜在的感知能力。